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频道是沉浸式输入中文。这个频道你们将会学会地道的中国人的表达，日常的一些沟通。这个会对你们了解中文是非常有帮助的。现在我们在一个林中散步。这个林中是我的大学校，我现在是一个学生，是一个大3的学生。现在突然想到一个想法了，能不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我觉得这个我是能够做到的，因为我现在在学习其他的语言，我现在在学习英文和日文。我发现在学习过程中，其实有一些痛苦的一些地方，是因为教学材料真的实在是太枯燥了。也就是说，即使同样一个单词它出现了，那在脑子里也很难留下真正的印象。所以说，我就做了这样一个频道，去分享我平时的生活，并且让他们用中文字幕、中文汉字和拼音里面体现出来，这样可以帮助你们学习，更好的了解中文和更好的能够说中文，更好能够说普通话。因为其实我们学习的话，常见的沟通对话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把这些简单的能够听得懂、会说，那基本上一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或者说在中国学习是不成任何问题的。好，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林中散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湖啊，这是我学校的湖，外面的天空中它下着雨，是的，稀拉稀拉的小雨。我今天特意选这个时间点，因为我比较害羞，社恐，就是社会的恐惧，字面意思上是这样理解的，但实际上是很想一个人在一起，和很多人在一起，可能就不太舒服，不太适应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我今天特意选了一个今天下雨的日子，在大学的校园里和大家一起散步，共同学习中文，并且能够更地道的了解中文。然后另外我会教你们一些小技巧，就是如果想沉浸式体验这种生活的话，你可以带入我的视角，就是你在林中散步，你听到这样说啊，原来是这样的意思，这样你就能理解了。对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把长椅，这是一个椅子，这椅子我们可以坐。当然下了一点雨，上面有点湿。这是个椅子，正常来讲是都说椅子，如果你要具体形容的话，它是一把长椅。你看长长的椅子，我们可以坐到这上面。然后这是树木呀，树木在这里。第一次拍摄有点不熟练，大家见谅啊！我争取这个频道做得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草地，对的。现在好像没有在下雨了，我现在把伞，这叫伞，收起来，伞是收起来，把这个按进去，它就收起来了。
现在我提着这把伞，提着，现在在这里散步。大家可以看到，天上是淅沥沥的一些小雨在下。这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亭子，我们中文一般都叫它亭子。上面还有一些汉字，它上面标注的是一个明亭，你们看的可能是反向，但它就是个亭子。我们可以坐在里面去休息，在中国的话是比较常见的。现在我们在路边散步啊，这是灯泡，路灯，我们一般叫它路灯。为什么它叫路灯呢？因为它是在路面上的灯。我现在是不是在路上？对，它是路面上的灯，所以它叫路灯。我们继续走，这是树木，大树耶。对，这是大树。这个树在夏天的时候应该挺遮阴的。对的，我们继续吧。你可以看到我后面是一个很大的一块草地，这个草地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去摸一下。我替大家摸一下呀，有点尖尖的，跟正常草地差不多吧。我们继续散步。这是叶子，你看这个叶子，这叫叶子，这叫枝叶，这是一条枝叶是这个，它叫叶子。大家可以看到这片湖还是比较大的，它是我们学校里的湖。是我们学校里的湖，你看是比较大的，在我们中国其实比较常见，在一些高等学校，也就叫做大学，就有很多这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荷花和荷叶。我们靠近点看呀，这个是荷叶，中国的特色吧。基本上在哪里都会有荷叶，现在这里是一把椅子，这个是长椅，我现在坐在这把椅子上。对，然后跟大家解说视频。如果说大家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的话，可以在评论区上跟我互动，这样我就知道怎么及时的跟你们反馈，争取下一个视频做得更好。我们现在在这里散步。这应该是叫柳树，因为它好像枝叶都是垂下来的。因为垂下来的就叫柳树啦。柳，它那个汉字就跟这个枝条，你不觉得很像吗？对不对？汉字跟这个枝条很像，都是这样垂着下来的，所以就叫柳树，很常见。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池塘，这个挖坑，这叫挖坑，里面有一些水，我们就一般叫它池塘吧。就是这也是池塘，它也能叫做湖，这取决于你怎么分辨了。你凭感觉的话，一般小一点的地方都叫做池塘，要有一个比较对象的话，一般小一点都叫池塘，大的话你可以叫做湖。但一般校园比那些
大的一些湖，比如说鄱阳湖啊，会小一点点，会小很多。它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那个湖很大，所以呢，它只能叫做池塘。一般这种校园呢，或者说其他的地方只能叫做池塘，农田里也只能叫做池塘。现在我们继续散步。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互动方式。大家初学中文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如果说能够听到大家的反馈，我就知道下一步怎么进行调节了。当然，大家一起共同进步吧。可以看到，这里风景还是很不错的，这里很多树木啊都有。对了，其实如果你们能够听得懂中文，不会写汉字，其实是可以正常在中国生存下去的，和中文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要听那种中文的话，你们可以看我的嘴巴，就是先不用看上面的字幕，先看我的嘴巴和听声音。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们听到这个声音就能够理解。不会的话，再往上面去看汉字，然后按照你来想象我在这里的视角，就是你们在这个林中散步，听我在跟你们讲，你带入一下你自己，再跟大家讲怎么学习中文，这样你就能理解我在说什么了。这样你对我之后说的每一个汉字的话都会有一定的了解。用时间积累的话，最终你一定能够熟练的说中文，能够理解中文的意思。对，现在雨它停了呀，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它是一个建筑这叫空调的外机，它里面会有风扇，里面就能装个空调进行降温了。因为现在是夏天嘛，还是有点热的，一般都会用空调。对，现在我们在这个石头路上散步。不知道大家的校园生活大概是什么样的？我的年龄应该是比大家小。如果说大家可以试着回忆一下你们大学生活散步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样的，这样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石头，两个石头，这叫叠在一起，叠，汉字是叠在一起。现在大家想不想看荷花呀？这里有个粉色的荷花，我们往下面去看吧。粉色的荷花，有点距离靠近有点危险，我们就在旁边观望吧。粉色的荷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面说的是水深危险你们可能看的是反向的，禁止游泳，我跟你们口头上解读一下吧。水，它这个指的是这个池塘的水可能有点深，所以呢，游泳的话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不能游泳哦。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树木，很多灌木，我们后面的都叫草，一般都叫小草。对，这都叫草。大家可以靠近点看啊，这里有个拖把，有2个拖把。一般这个拖把是用来拖地的，做清除、打扫之类的，我们都要用拖把进行拖地。现在我们继续走，这是一个石头小路，都是石头小路。我们继续散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石头叠起来的桌子，在中文它叫桌子。对，桌子，是的，没错，你们听对了，桌子。这叫是凳子，不过它们都是由石头做的，所以说是石头做的桌子和凳子。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现在外面陆续也下了一些小雨了，我要开始打伞了，请见谅啊。这叫打伞哟。现在我就不会被这个雨淋到了。继续散步吧。呀，淅淅沥沥的一些小雨打在我的雨伞上，是有一些清脆的声音，大家能不能听到呢？我靠近一点吧。呀，应该是能的，应该是能听到的。这是一些掉落的树枝，掉落的一些树枝。有一些树木经常容易掉树枝啊，你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树，它到秋天就容易掉。当然现在是夏天了，6月份，夏天。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灌木哦，很不错。它应该叫银杏叶吧，它的树叶看起来是跟银杏是一个样子的，是叫银杏叶。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是有一座塔的，这座塔应该是叫做高压塔。高压的意义是它的电压很高，通常是很高很高的电压，你碰到的话就会哔的就没了，所以大家还是尽量远离这种高压塔。现在雨它渐渐的大起来了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有一条小路啊，这里走这条小路吧。走这条小路，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篮球场啊，很大很大的一个篮球场。篮球场的话是打篮球，通常体育课呀、放学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多人在这里打球。但是因为下雨嘛，打不了球。如果大家下雨打篮球的话，应该会选择室内篮球场，
就是房间里面的篮球场，你就可以在房间里打篮球。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打篮球啊？我打篮球的水平很一般般，很一般般。这个意思是可能比较差劲，不太熟练，不熟练的意思。不熟练的意思。呀，这个雨也渐渐大起来了呀。现在我们得要回宿舍了。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下次再见，下次再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和留下你的留言。下次再见，我会一直保持更新的，帮助大家学习中文。大家，拜拜。